你就真的是城里人了吗？你在人家眼里，你指不定是什么。闭嘴！你说的什么话？何幸福，你居然敢打我！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说什么？不过了，离婚。日子不过了，不过了。你说的啊？吃饭了。哎，吃饭了。哎呀，你别一天拉着个脸，跟谁欠你钱似的。开心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，干嘛不让自己开心点呢？有啥可开心的呀？有啥不开心的？全拿你当贼防着，你能开心啊？谁拿你当贼防着了？你就是多心了。哎，以后像订盒饭、洗杯子这种事儿，你上点心，我不能帮你了。关涛说了，这不合规矩。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关涛，关涛，叫的那么顺口。叫关涛怎么了？别人都叫他关主任，就你叫他关涛。你看他们说的真没错啊，你整天就是疑神疑鬼的。我知道，上回他们说你偷花，你心里觉得委屈。乡下有乡下的规矩，城里有城里的规矩。咱们既然在城里，就得从了这儿的规矩。这些你都懂的呀，为什么总是拧着劲儿呢？还有，咱们既然拿了人家的工钱，就该给人家把活干好。你要记着，咱们不是为花服务的，咱们是为人服务的。你可倒好，打印机没墨了，让你出去买墨盒，你出去逛半天不回来。关律师着急要文件，害得我跑出去自己花钱打印。幸亏关律师好说话，你这要是搁别的公司，就你这样，早就被开了。开就开，早就不想干了，整天伺候别人，看人家的脸色。哦，回来还受你的教训。何幸福啊，我是你男人，不是你孩子啊。哎，你做错了还不让人说了？你是因为我做错了说我吗？还是因为我给你丢人了你说我？我知道你现在是前台，是功臣，看不上我这个打杂的了。那你看上谁了？看上关涛了是不是？你俩成天在我眼皮子底下亲亲热热的，你真的当我是瞎子吗？再说了，你真的以为穿一身这个城里人的制服，你就真的是城里人了吗？你在人家眼里，你指不定是什么。闭嘴！你说的什么话？何幸福，你居然敢打我！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说什么？不过了，离婚。日子不过了，不过了。你说的啊？哎，你别后悔。12块钱一个。注意啊！
师傅，您过来一下。哦，这儿呢，这儿。这是这个的，这个是这个的。哎，王师傅，啊，饮水机没水了，麻烦换一下。好，马上，快点啊！等我一下啊。哦，哪儿啊？哪儿啊？哎，那你这个地址是哪里啊？快一点，我下面还有货呢。好，稍等，师傅，我马上过来。你看看，这个是你们要的咖啡，对吧？没事。这个是您的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小来啊，哎，正好来，帮我把这寄过去，哦，好，快点啊！哎，哎，进来，你把桌子收拾一下，一会儿有客人要来。我要先寄快递。他马上就来了，赶紧收拾一下吧。啊，好啊。不好意思。这边请。哎，幸福姐，啊，你跟你们家那口子最近是不是有点啥问题？啥问题啊？我都看出来了，平时你帮他干活吧，他还挺从容的，这一不帮他，瞧他手忙脚乱的都。他活该，让他长个教训。你也就嘴硬吧，眼睛都快长人家身上了。我看你呀，不帮他干活，比自己干活都累。小钱，啊，你上班时间你该忙你的就忙你的。我走啦。啊。这两天真的是把我累着了，每天律所的好多事情，一个都停不下来。我以前一直不知道，原来是你一直在帮我，媳妇儿，我错了。错了，你这个菜做糊了。没糊啊。什么？关涛，东山集团丢了。那怎么会呢？之前不是谈挺好的吗？怎么会？你去问王庆来呀，他知道。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做好方案让他给寄走，到现在都没给他寄。人东山集团觉得咱们办事效率太低了，跟别的所签了，就这么回事。关涛，王庆来真的不能再用了。200多万的单子呀，200多万啊，没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处理，你先忙去吧。
喂，幸福，你过来一下。关律师。事情你都知道了吗？我现在就想知道王庆来到底想干什么。没错，当初是我提出来让他来的，所以不管他做了什么，大家能包容的都尽量包容了。可是现在因为他的原因，导致现在律所直接丢失了这个客户，1年损失200万。关律师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会这么严重。那还有什么补救的措施吗？也许会是因为别的原因啊，但是对方给我们的理由就是办事效率低，我们没法辩驳。都是我不好，就是我没叮嘱好他。你要我说多少次你才能知道？他是他，你是你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那就让他辞职吧。我没想好怎么做，让他自己选择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小珍，怎么了，庆姐？你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庆来了吗？没有啊。哦，行，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喂，关律师，我想请个假。哎，对，豆子这个不能。妈，哎，幸福啊，你不是忙回不来吗？刚醒。哟，乖乖，又大了一圈。不着凉。妈，庆来呢？庆来昨天回来了，饭都没吃，一头扎在屋里睡，一大早就出去了。行，那我去找找他。哎，妈妈一会儿回来啊，豆子。回来喽，乖，咋不叫人呢？别太累了啊。嗯。妈妈，走了。
关涛开除我了？没有，他说让我们自己做决定。我明天回去。我不知道那个东西那么重要，我知道你心里怪我，那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好。律所因为这个事情损失200多万，我就是把我卖了，我都赔不起。重要的是你心思就不在这上面，你的心思就是在你的土克了上面，那事儿能干好吗？你啥意思嘛？你想要土我？对，我是土，你变羊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不明白你之前在家里边，挺能干，挺不犀利的呀，那怎么到了城里面又怕苦又怕累，不学习还想抄近道，老想着依赖别人？因为我着急啊。你急啥呀？我急啥？啊？我急啥？何幸福，我告诉你，我急啥？你以为我看着你蹭蹭蹭的长能耐，我心里不着急吗？我有时候我夜里我连觉我都睡不着。我恨呐，我不是恨别人，我也不是恨关涛，我就是恨我为什么不是关涛。幸福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算把我累死，我也成不了天天教你知识，教你文化，教你开车。给你指导的那个人，我想来想去，我在城里，我只能跟在你后头，我只能跟在你后头，我一次次的拖你后腿。你知道，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在前头跑，而我明明知道我自己根本就跟不上，我还要硬着头皮跟。你知道那心里什么滋味吗？你就真这么喜欢种地吗？我一开始呢也以为我喜欢种地，可是进城这几年，我明白了，其实我根本就不喜欢种地，我只是熟悉种地。你说这种地有什么好呢？风吹日晒，一身水一身泥，累得要死，还挣不了几个钱。我要说喜欢，那肯定就是骗人。那你为啥还要回来呢？幸福，我活了30几年，我才明白，我才发现，我只会干这个。这就是我最熟悉的事情。站在地里，我只要闻闻味儿，我就能知道什么时候该施肥，什么时候该打农药。我听听声，我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建苗，什么时候该挂果。就是踏实。但是踏实也不能原地踏步吧？过日子总得往前看吧？那么多从农村去城里打工的，人家不也是都挺好的吗？对，你这话老跟我说，城里是挺好的，大家都想进城，可是，在城里，我觉得我就像个傻子，每天就追啊赶啊，硬挺着，我生害怕我自己没做好，哎呀，没做对，就让人看不起，而也就奇了怪了。我抬手是错，我抬腿还是错，我太累了，太累了。谁不累呀？所有想过好日子的人，都累。
金峰，我知道你也不容易，这几年跟着我吃苦受累，受委屈。你回去吧，我们俩不一样，你注定就是这天上飘的云彩，我就是这土泥巴，我够不上你。你回去吧。你追回来是不是想跟我离婚？你就离吧，我不赖着你了。行，那我就简单的说两句。哎呀，可喜可贺啊！你看，又一个漂亮闺女啊，归咱们万家庄了。哎呀，要说这个小伙子们娶媳妇儿开始拜我呀，那得从当年老王家娶幸福的那个时候开始啊。那回那个婚礼办的可真够热闹的，大伙儿还记着吧？祝他们小两口甜甜蜜蜜、和和美美，家和万事兴。幸福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等你们呢到了叔这岁数就明白了，什么都不如一家的人啊，不如老婆孩子热炕头。年轻人出去闯闯也是应该的啊，可是啊，不能忘了为什么闯，是吧？不能闯着闯着把自己给闯没了，再把家给闯没了，那就不值。你看这一转眼吧，这是孩子都长这么大，你们呐得多陪陪孩子，再让他在你们身边长大，哎，那个就能不一样。
哎，你好，请问这个地方怎么走？这儿啊，对啊。往那边走。嗯，好，谢谢啊。庆来，庆来，幸福，吃饭喽！庆来，庆来，你怎么锁门呢？幸福和你在一块儿吗？他没在。啊？你俩到底咋回事？没什么事儿。庆来，我们都看出来了，是不是让我说中了？他有外心了？没有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媳妇儿还是个懂事儿的媳妇儿，日子能凑合还是得凑合，你听见没有？要是不能凑合了，可得把小豆子把着，那是咱家王家的命根子。行了，妈，你回去吧，我歇会儿啊，你别管了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幸福刚把饭都做好了，一会儿下来吃啊。妈，早饭吃了吗？吃了，一大早你也不吃饭，哪儿去了？我出去转了转。哎，小豆子，看这是什么？花。花。闻一闻香不香？嗯，真香。红色的花。哇！妈，我先上去了啊。你干啥呢？帮你收拾收拾。这么着急想让我走呀？长痛不如短痛，干脆来个痛快呗。那把这些大枣也带走吧，我爱吃。你自己收吧。我收啥呀？那过2天回来我还得挂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回来？青来，我爱较真儿认死理儿，这辈子估计也改不了，我也不想改。既然决定嫁给你，就认定你是我的丈夫，我也不会轻易改变。我可以为了孩子和你回到万家庄，这个理儿我认。但是青来，我不管将来在哪儿活，我都不会贪清闲混日子，我肯定还会朝前奔。所以你想好了，如果你嫌追着我跑太累，想离婚，我也不勉强你。我这就带着小豆子走。如果你还想和我继续过日子，那这个理儿你也得认。
城里怎么办啊？我回去辞职。你的意思是辞职回乡下，不在城里干了？啊。你舍得关涛和那个律所啊？万书记跟我们说过，一个人要是闯，连自己和家都闯没了，这不划算。我觉得有道理，家在哪我就在哪。这些衣服都太旧了，回头我给你买新的。真的很不错。嗯，这儿的风景太美了。是啊。可惜这个山里的住宿条件太差了，要是可以待久点，都可以拍个风光片了。要不，过一段时间再来一次？行啊，太棒了！我最喜欢就是那个有山泉水的地方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。嗯，是，你是说这座山吧？哎，车来了，快走！哎，进。关律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怎么样？青兰说她没脸回来，我想就算了，由她去吧。哇，那我们得赶紧再找个勤杂，要不然所里那么多事儿，你忙不过来的。还有事吗？不光勤杂，你再找个前台吧，我也要走了。什么？就因为青来犯了错，所以你也要走吗？我不说了吗？很有可能是对方的托词，所以才这么说的。再说，就算这件事情是有问题啊，那是青来的问题啊。你真的别胡思乱想，你也不要有压力，好吗？也不光是因为这个。幸福，我明确的告诉你啊，你不能走。律所现在那么多事儿，没有前台怎么成呢？而且我也想不到，除了你之外，还有谁能来当这个前台。你是不是因为现在工资太少了，你想加工资？没问题，你提出来，你要多少都可以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不是的。你再好好想想。
马律师，在没找到新的前台之前，我还继续在前台工作。明天的预约我也都整理好了，我先给你放这儿了。幸福啊。有时间吗？来这坐会儿。好。你想好了吗？舍得吗？还是舍不得的。我在这儿学了很多东西，虽然我只是一个前台，但是也确实长了很多见识，也让我也见了很大的世面。如果你不离开，以后会见更多的大世面。想想当初从驿道出来，这些日子真的是一步一步苦过来的。有我，有你，有张律师，还有王律师，我们辛辛苦苦从一个那样的小律所走到了今天。你看，那么高那么大的一个地方，还看得那么远，眼看着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。你想清楚了吗？坤涛，你知道吗？有些植物就是长在野外，如果一栽到花盆里，就活不成了。青莱就是这种植物，离开了土地，它就像失去养分一样，越活越臭臭。咱不说别人，说说你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跟庆来是两口子，我们有共同的孩子，小豆子他都3岁多了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我不想闯着闯着就把家给闯丢了。每次我回到家，他见着我就哭，好不容易混熟了，我就又走了。我不想错过他的成长。我也很害怕，他未来会不认我这个妈。好，这个理由成立。还有呢？刚到城里的时候，我就是想先咬着牙，先在城里活下来再说。后来你收留了我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慢慢的知道了，人不应该只是活下去，还要能活得明白，活出自我。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未来能做些什么，现在我终于想清楚自己的未来是怎么个活法。我现在有目标，有奔头，也有责任。我知道劲儿该往哪使了。我的目标不一定非得是背井离乡，在大城市里才能实现。我回到家乡，跟我自己的家人一起，一样可以实现。所以，我该回去了。啊，挺好的，成长了啊。你说那个时候你刚来城里，我就特别希望你有更多的知识和文化。可是现在你有了成长，有了变化，我反倒觉得那个时候的你好像更好，挺好。冠涛，谢谢你。我爸死得早，家里边有什么事儿都是我这个做老大的扛着。但是真到自己有事儿的时候，也只能自己扛着。
就每到这个时候，我都会想，我要是能有个哥哥该有多好啊！认识你是我的福气，你对我好，我这心里也一直都会记着。以后我就不叫你关律师、关主任，我就叫你关大哥，行吗？行吧，反正不管是说什么，我肯定是拦不住你了。那就祝你不管在哪儿，都能变成那个最好的你。好。哎，太逗了啊！我告诉你，对方律师一看就没有认真准备，在庭上被我俩问的一愣一愣。尤其休庭的时候，哎，你没看对方那个律师，哎，那脸色儿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我们能一起拍个照吗？留个纪念。想在哪儿拍？嗯，拍照就在咱们新方圆那个几个字儿下面，在我前台的位置。啥事儿啊，姐？急急忙忙把我叫过来，我饭都没吃呢。啊、哦，我刚吃一口，给你吧。我先吃了，哎，饿死我了。星月，姐要回去了。今天我跟关涛辞职了，等他们招到新前台，姐就回万家庄了。不是，你辞什么职啊？傻不傻？你是跟关涛他们一起创业的，那会儿那么苦你都没放弃，这会儿都已经打开局面了，多亏呀！而且你回去能干啥？你想好了吗？我想开客栈。星月，姐钱不够，你能借姐一点钱吗？不是，是客栈，姐，你要是说回去是开客栈，那我不同意啊！你知道人家都说客栈是什么？是农民专门坑城里人钱的，多难听啊！星月，我好好做生意，咋就成了坑人钱了呢？你是不是就是不想借我钱？我怎么能是这个意思呢？不是姐，你要说钱，是我现在的确是开着车，拿着好包，但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工作需要，我没有看起来那么富裕，而且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事儿不靠谱，不是别的。你也不容易，就当姐没跟你提过，算了，你先吃吧。嗯，不是这。姐，那这样，回头给你拿1万块钱，如果你过日子有需要的话，我再给你拿一些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如果是开客栈的话，不同意。不是姐，你想想，你跟万家庄闹成那个样子，你要是开客栈，是要建在人家地上的，那水电都得用人家的，那他们能不刁难你？到时候双方能不起冲突吗？到时候真要起了冲突，我是他们的律师，你是我亲姐，你让我夹在中间，我咋办呢？就公事公办呗。如果我真跟万家庄的利益产生了冲突，到时候你就做你的，我就做我的就是了。我就不该跟你张这个口。姐，我永远也不会忘了，我是在为咱们一家人奋斗。
你还记得我承诺过吧？我说，我一定要在城里买一个大房子，让你跟咱妈都住进去，然后再把自己嫁到别人的大房子里去。不用，姐会有自己的房子的，你也不用想着把自己嫁到别人的房子里。凡事还是得靠自己。幸福啊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？我想回去开客栈。开客栈？鸟飞舰对吗？对，那个地方山清水秀的，特别漂亮。那你说幸福要是不发财啊，老天爷都不答应。那幸福呢？你有钱吗？我自己攒了20多万。20多万不少啊，但是开客栈呢，那20多万可远远不够啊。对，你还要考虑到客源，然后服务特色，其实不只是钱的问题。这怎么不是钱的问题？你就说客源啊，得做广告吧，服务，软件得培训，硬件得置办，这都是钱啊。有什么计划吗？说出来，我们给你参考一下。对啊，是这样，最近这2年，我回家的路上都能看到很多登山客和自驾游往我们那儿跑。因为我们那儿离城里很近，大概2个小时，而且交通也很便利，非常适合节假日过去度假。可是没有一家像样的客栈。我大致算了一下，1年4季除了冬天，其他3季基本都能入住。1年不多算，就算个200多天吧。那地方我不打算建大，就建个小的，连建带装修。假设投入200万。那入住6户人家，一家连吃带消费，怎么着也得花上个400来块。那这一天我就能回收2000多块钱，那这1年我就能回收50万左右，不多算，就算40万吧。那除去本钱，至少能挣20多万，有个6、7年本就回来了，剩下的都是挣的。干嘛要建小的呀？要建就建规模大的。我觉得吧，做事情啊，就是要有魄力。但是你要建规模大的话，它本金只有20万啊，剩下的钱怎么办啊？20万肯定不够。我想上网众筹。众筹？你还知道众筹？这人要有心啊，没啥是想不到的。但是呢，细节决定成败，你要好好再想想。行。我们先吃饭吧，大家别为我的事儿再饿着了。好，来，先吃先吃，开了都。哎，但是幸福啊，你这客栈要是真开起来了，那我们仨得是第一批入住的吧？哪有说嘛，打折啊，腿打折，免费啊，免费？你要点脸吗？你做个人嘛！哎，来，我们来敬一下我们的何老板。来，将来去贵府做客，你可要多多关照啊！来，祝你财源广进，客源不断。这预祝客栈顺利开张。谢谢大家。再见。啊，再见。你们平常都出去玩吗？都喜欢去啥地儿啊？我觉得有山有水啊，可以钓鱼啊。对。周末去郊区玩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空气好。
你们是一晚上没走，还是一大早就来了？这不是忙你的事儿呢吗？来坐，看看。干嘛呀？你坐呀，我们又不能吃了你。过来。我们呢设计了一套方案，来看一下。什么？你看啊，我们呢联系了2家平台，而且这2家平台都同意咱们把方案上传的，时间为20天，众筹的目标200万。啊？我要抽200万，是不是有点多呀？我怕我还不起，我没想抽这么多。200万不多，众筹呢分为好多种，债权众筹、股权众筹、回报众筹和捐赠众筹。我们觉得你最适合的是股权众筹。我们分析啊，刚开始营业的时候很有可能客源不足，所以前期的经费一定要准备的充足一点。这个是我们设计的方案，具体是这样的：根据众筹钱的多少，大概分为2档。3万元以下的，我们叫初级合伙人，也就是属于重在参与性质的。说白了，也就是客栈开张的时候给他们打折作为回报。那第2种，就是3万元以上的，我们叫高级合伙人。除了给他们打折，还在我们盈利的时候按投资比例给他们分红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行，你们是律师，你们说的肯定对，我听你们的。幸福啊，你这就要离开了，这是我们3个人给你的礼物。谢谢你们，真的太感谢了。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没有，不过还得争取家人和村里的支持。销售的问题是个关键，啊，这么好的东西卖不出去，那等于是白干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给你们10个月的时间，必须把保健品厂的业绩搞上去，拿出一个漂亮的成绩单，跟市里汇报。所以必须得全力以赴。莫总，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呀？万总，那我就班门弄斧了。我觉得接下来，一个是打品牌，一个是销售，一个就是回款。这都是重点，但也都是难点。困难肯定是有的，有了困难就解决困难嘛。所以要想办法。是。万总，何幸福来了。哦，你问问他，要是着急的话，让他等我一会儿，我开会呢。要是不着急，等我哪天有功夫找他。好。哎，小林。哎。干脆你让他进来吧。行。你这边坐吧，我有个想法，一块儿聊聊。那我……你什么你啊？这不是销售的事还没说完呢吗？你要上哪儿去啊？说的就是销售的事儿，你什么你坐。哎，幸福来了，先坐下。哎，你们在开会？哎，商量点事儿。那个正在商量啊，咱们村这个保健品厂这个销售的问题。啊，你们年轻人对销售方面有什么想法没有？聊聊。我没什么想法，我不懂。哦，是这样哈，幸福，我呢是有个想法，哎，也想了几天了。这不是你来的正好，我刚才还准备要跟他俩说，还没说呢，你就到了。咱们既然要销售，我就想在市里啊搞一个门市。你呢在外边打工的经历也有啊，干得也不错。想来想去，你就是最合适的一个人选。你来当这个门市的经理，你看怎么样？书记，谢谢您信任我，但是我不想做什么经理。我来是想和您商量别的事儿。幸福，你知道一个门市经理1个月挣多少钱吗？你就先别着急，这是后话。那个幸福，你打工也很辛苦的，你这啊也是为了挣钱嘛。经理这个职位其实挺好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干？就是当年村里承包给我们的鸟飞涧那块地，我想在那儿盖房子，做客栈。做客栈？
啊，姑娘，这个投资可是不小啊，这资金怎么解决啊？目前我正在想办法，但是除了钱，我首先还是需要得到村里的支持，帮我通水、通电、通网络。投资的事没解决，房子没盖呢，就让村里通水、通电、通网络，凭什么呀？书记，我们可以商量一个合作模式，比如说，每年跟村里面交管理费或者分利都行。还有您说那个保健品，到时候也可以放到我们客栈里代销，都是可商量的。讨论什么呀？啊，你代销，那你说你要是卖不好，砸了牌子不说，这可能还连累村里呢。不，这程强，你先别着急。幸福，你为什么非要做个客栈呢？有什么具体规划吗？这个是我的计划书，您可以看一下。因为我觉得城里面人工作压力都挺大的，挺辛苦的。他们呢，周末都会选择出去旅游，去公园散散心。您看看咱们万家庄，青山绿水，空气又清新，是一个天然的大公园。但是咱们这儿的居住条件还有饮食卫生，都还跟不上。来过咱们万家庄的人也都说了，咱们这儿山好水好，但是这一路来回再加上爬山，还挺累的。如果说能有一个又舒适又安全的一个落脚的地儿，那再好不过了。我觉得鸟飞涧那块地非常适合盖客栈。你不是不愿意给别人打工，我看你是有野心的。哦，嗨，我换一个说法吧，有志气。也不是，主要是我也想先下河试试水。那万一呢？万一做好了，那说不定能招来更多的人，以后可以把咱们村里的旅游生意也都能做起来。搞旅游，好啊！这要做好了，说不定还真能给万家庄闯出一条新的致富路子来。要这样，幸福啊！首先这是一挺好的事儿，你呢还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啊？随时跟这个专家还有材料再聊一聊。过2天我们开个村委会，把你这事儿啊放到会上再议一议。我的态度很明确，这件事情我支持你。那我跟传家哥他们，对，专家你表个态啊。表啊，你放心啊，幸福，万总都说了是吧？支持，那我绝对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去为难你或者怎么样。幸福，我看好你，你好好干啊，做出点样子来。谢谢万书记。好吧，那个，这个您先慢慢看着。好的，咱们随时沟通，好吧？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小丫头，哎，还真是有想法。开客栈。哎呦，这事儿幸福啊！你以前是姑娘，自己一个人说了算，想干啥干啥。咱现在是儿媳妇儿、媳妇儿，孩子他妈了，有啥事儿呢？往后咱们合计了你再定。哦，我也是想探探路，谁知道书记那么痛快就答应了。再说了，我这回来也不想这么糊里糊涂的过日子，总得有个新目标吧。幸福啊，咱俩不是说好了吗？你干啥事儿我不拦着你，但是你开这客栈，那万一要是赔了，那咋办呢？就是，万一赔了咋办呢？200万块钱呢，咱家可背不起。你们回来我们可高兴呢，能喘口气了。哎呦，乖乖，我这气还没喘匀呢，你就背了个大债回来了。妈，这不是债，这叫风险共担。如果赔了不用还的，如果赚了钱，大家还都有利润可分，明白吗？你说的那个网上众筹，不可能，谁不认识你，把钱投给你做生意啊？那是头里进了水了。这是现在大家都在尝试的一种新的赚钱方式，因为赚钱嘛，赚了大家都有钱可分嘛，谁不愿意干呀？
那你怎么知道他就一定能赚钱呢？是，那就是说说，谁敢投啊？我敢，我投啊！嫂子，我攒的那些钱，我全都投资给你。哎呦，秀玉，你没开玩笑啊？你真投？这真的呀，不开玩笑的。那回头嫂子客栈开了，如果赚了钱，第一个分红给你。哎，我看行，哎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哎，姑奶奶，省什么？咱哪儿都闲着你呢。你赶快把你那会计证考好了，快点找个对象去。幸福，这马上就要上传了，你再想想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没有了。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59分。如果咱们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咱们9点准时上传。几点上传？9点。3、2、1 ，OK。不是，这就上传了。那你说我们3个大律师搞了个众筹方案，万一不成功怎么办啊？啊？你说啥？都上传了，你还想着不行？乌鸦嘴，肯定成功啊！不成功，那就承认呗，承认失败不就完了？那我干活去了啊。哎，我可没开玩笑啊。哎，那要真没钱怎么办啊？筹不来钱怎么办？这乌鸦嘴，你时间差不多了吧？能发了，发完了。检查一下。为什么不等我呢？你没来啊？到点儿了。看看有什么动静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就这么干等也不行啊。要不然这样，我先投1万，开个张试试水。那要不我也投1万，也开个张，也试试水。那你俩都试水了，我也试呗。1万。谢谢。幸福，一会儿帮我把这个寄出去，还是上次的地址啊。哎，张律师，咱们这个网，没问题吧？啊，没坏。哦，我上午一直用来着，好着呢啊。行。还没动静。除了咱们仨投那3万，没有跟投的。进。我给你们添点水。哦，谢谢。好。怎么样了呀？这好几天了，也没有什么动静，还能行吗？幸福，做大事呢不能着急，要沉得住气。而且幸福啊，没事儿啊，就算没有人跟投，那还有我们仨呢，我们仨给你投。那我这多不好意思呀！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我们也算入个股，我们也当一次客栈老板。哎，这客栈以后要是做大了，可得给我们分红啊！好呀，那没问题。哎，
倒满。没了。哎，还有我这个，没水了。那你先去忙吧。好。幸福啊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别着急啊。好。门带上。幸福啊，你过来一下，快点儿！有消息了是吗？幸福，快来！有人投资了，真的？5万，大手笔啊！他选择成为高级合伙人，一直享受7折优惠。哎，你们下班没走，就是在订这个呀？当然了，我们仨已经订了3天了，我咨询都推了1天了。哎呀，谢谢你们，真的太感谢你们了。这个啊，有了第1个，就有第2个，有了第2个就有第3个，这要不了几天时间，咱们需要筹的这些钱全都能来到。没错，我觉得也就需要20天，咱们目标一定能实现。幸福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船到桥头自然直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哎，又一个3万，3万，又一个3万，这一直在涨，这数额涨得很快啊！看样子可真的不用发愁了。什么？真的有人给钱啊？是呀，像做梦一样。要不你匀借钱给我，让我见大丰种菜吧。那不行，这钱只能专款专用。再说了，这些钱还不知道够不够呢。嘿，你个把家伙，就你能啊！哎呀，你说这世道真是变了啊，真的有人给钱啊！哎呀，行，那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洗脚了。幸福？哎 ，How are you？ 还好吗？我挺好的，你们来啦。I had a deal with Mr. Guan, and he was supposed to tell me if you were leaving the company. 我们和关律师有协议，如果你要离开这家公司的话，必须告诉我们。哦。And I wanted to tell you that it's because of you and fate that I was able to meet these people in this company and start this collaboration. 因为你还有因为我们的缘分，所以我们才能和方圆律所一起来合作。I see you as a friend. So as a friend, I thought that I had to come here and say goodbye to you. 作为你的朋友 ，Frank 先生坚持认为他应该来为你道别。啊？我。So there are people inside waiting for you. So let me walk you in for the party. Come. 还有很多人在等你。干嘛呀？幸福，你就要回万家庄了。我们今天在这儿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方圆律师事务所永远是你的家。你们今后，不管你遇到任何问题，任何法律相关的事务，我们会永远为你提供免费的咨询和帮助。太好了。Give me a hug. A hug. You're so shy. 谢谢弗兰克先生。幸福啊！从明天开始呢，你就不再是方圆的员工了。但是不管你在哪儿，也不管你愿不愿意，在我们的心里，你永远都是方圆人。回想创业初期的时候啊，我们真的是一穷二白啊。律所特别的小，你是我们的第1个员工，每个月拿着1500块钱的工资，替我们守着这个家，这一守就守到了现在。3年多的时间了，现在我们的律所在全市的10大律所里排名第6，这里面有你的功劳。你为方圆做出的一切，我们都会记在心里。现在，
你要离开了，要去开创自己的事业。说实话，我们特别的不舍，也没办法。唉，幸福啊！我、张律师、王律师，还有方圆全体的员工，祝你事业成功，前途似锦。哎呀，你们那你也说两句。说，我得说两句。那个，谢谢弗兰克先生来送我，也谢谢王律师、张律师、关大哥。我何幸福，何德何能，能够认识你们，能够被你们所关注，还有帮助。我真的觉得我运气太好了，我一定会好好经营好幸福客栈，不辜负你们的付出，还有期望。那以后开张了，你们也一定会来光顾的，对不对？肯定啊，会，肯定会是的。你们来消费，我来打折，行吗？好。幸福啊，祝你永远幸福。也许你人生残破，也许失望让你沉默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倔强。我看你们门口贴的那个招聘广告，要招人，那正好你们缺人，我缺活，咱也互相帮助一下。也许理想已斑驳，也许命运略显坎坷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坚强地活，谁能阻止幸福？你知道这杯子多钱一个吗？我拿去刷刷呗。你洗完再给客人用啊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下边那个招聘启事是你给撕了的吗？王律师，商量个事儿呗，你就雇我当前台，你就不用花2分钱了。幸福啊，你这刚来，怎么就近视眼了？这不是显得有文化一点吗？你学法律的，那你告诉我地址，我这就给他送过去。真的吗？你看着我能行？我认为吧，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情，就肯定都做得到。何幸福同志，我们有意聘请你为方圆律师事务所的前台。没问题，加油！这位是安飞集团的 Frank 先生。关律师说过，当律师的是要用法律为人民服务的，不能把法律做成生意。他们从来不会见人下菜碟，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农村人就瞧不起我。缘分就是一堆人里面，我一眼望过去就是你了。天哪，成了，关涛！幸福，幸福呢？我绝不退缩，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，不登高山，不知
知天之高，不理